不得了了，工作室的电脑又被干爆了。自从上一次工作室的3080 Ti 被移动端的4080干爆了，我们痛定思痛，一口气下单了2张4090。那这一次 CPU 又被笔记本的7945HX 干爆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浓眉大眼的学长。那今年的 AMD 移动端 CPU 啊，可谓是非常有看点。苏妈更是直接把桌面端的 CPU 给搬到了移动端，做到了性能丝毫不输于英特尔旗舰 CPU 的同时呢，能耗比还大幅度的领先。而鸡哥的大白龙骁龙16 Pro 作为目前为数不多搭载了 AMD 7045系列 CPU 的机器，我知道你们早就想看了，不好意思，来的稍微迟一点，但干货十足。各位小伙伴，你们的3连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台机器是7945HX 处理器和4060显卡，16GB 内存，1TB 硬盘，首发售价7999元。我知道有些同学说现在涨价了，但是你相信618，我敢保证它可能会降回首发价。等一下，不要着急。7945HX 这颗 CPU 啊是 Zen 4架构，16核32线程，性能不可谓是不恐怖啊。而4070版本售价8999元的同时呢，内存容量加到了32GB， 内存频率也有所加强。而此外，4060版本还有一个搭载7845HX 的小白龙版本，卖7499元。我觉得如果单纯的玩游戏，7845HX 12个大核已经足够用了，但是加500就可以升级到7945HX， 都已经7945HX 了，16GB 内存就又有点捉襟见肘了。那此时4070的版本就可以是全都要了。那不得不说，这个价格锚点属实给鸡哥玩明白了呀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哪个版本的性价比更高呢？OK， 我们来看看机器，看上去和去年的骁龙16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应该是一个模具。但不得不说，白色的机身就是比常规的深色机身更加耐看一些。那机身质感呢也要更加好一些，就是屁股这一块是黑色的，感觉有点突兀。要是能做成纯白就更好了。那不过鸡哥自己也说是熊猫配色嘛，那这些问题啊都不太大，好歹是给你白色的机身，同时不溢价嘛。这要是个别的大厂，整个白色机身再搞个小白龙娘的2次元皮，不得多卖你1000块呀！回到机器 ，A 面为金属材质，手感还是挺不错的，也不容易沾上指纹。中间是带 RGB 的机械革命 logo， 略微有点发光不均匀，不过问题不大。机器可以单手开合，打开笔记本，壁面观感也还不错，四面边框控制的也都还可以。那这块屏幕似乎在旷视 G16上见过，是天马的新屏幕，屏库网暂时查不到，表现还是不错的。2.5K 分辨率，240赫兹刷新率，500尼特亮度，实测色域99%sRGB， 平均4代偏离值0.69，最大2.0。到了 C 面就有要吐槽的地方了，要吐槽的不是这黑白配色，而是这个键盘和触控板。触控板和不少按键做工一般，按键手感也比较松散。不过 C 面白色部分质感还是可以的，好评的是也没有牛皮癣的贴纸，尤其是这个电源键很帅气，我是非常喜欢的。要我说啊，背部的 logo 不如直接也做成电源键这样子的，好看还能避免发光不均匀的问题。同时也有数字小键盘，还支持 RGB 背光，那就是这个背光亮度嘛，有那么一点点环保。机身整体呢，刚性也是不错的，机身背部也是大面积的进风口和一些小贴纸，总体还是挺规整的。机器重2.5千克，加上280瓦的电源适配器，一共3.25千克，薄处21.6毫米，厚处26.3毫米，刚好比1元硬币稍微厚那么一点。这他妈的干饭学长！接口部分，机身左侧一个 USB-A 口和耳机 2麦接口，右侧2个 A 口，后面则是电源接口，一个 A 口，一个 HDMI 2.1，一个 2.5G 网口和一个全功能 Type-C 接口。鸡哥啊，还是很慷慨的，保留了 2.5G 的有线网口，挺不错的，算是一个小惊喜吧。机身整体外观我们看完了，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那除去做工方面有一些小瑕疵，还有待改进，整体质感以及用料等都还算不错。那接口方面呢，也是大方的给了 2.5G 网口。那么机器的性能表现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打开机器，控制台切换独显直连。鸡哥的这个骁龙16 Pro 重新做了一个控制台呀，还不错。但是仔细看就发现不对劲了，这个控制台好像除了切换独显直连外，好像就没什么实用的功能了呀。大部分都是显示一些硬件信息，仅有的几个设置也都是些没什么太大用。新的设置也没有手动设置的选项，甚至检查更新都是跳转官网，让你自己查看有没有新版本。行吧，又不是不等用。不过吐槽归吐槽啊，我们切换到狂飙模式来烤机，看看性能释放如何。首先，单烤 FPU 室温约27度，短时功耗可以跑到122瓦，频率约4.7赫兹。那此时装了99度，功耗强后开始降频，过了一会儿稳定在107瓦，温度92度，频率约在4.5G 赫兹。CPU 性能释放比之前测试的魔霸7 Plus 略差一点，
可能魔霸用了液晶啊，鲛龙还是传统硅脂吧。双烤时显卡约123瓦 ，CPU 约56瓦，整机性能释放约180瓦，性能表现还行吧。那么实际游戏表现如何呢？首先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 3D Mark 了。狂飙模式下 ，Time Spy 10544分 ，FSE 12815分，这个分数比机械革命之前的机器偏低。我们猜测机哥的这个新控制台还不太成熟，所以没给显卡关超频率。那看了一下频率，果然如此。于是呢，我们手动超了一下 ，Time Spy 来到了11499分 ，FSE 更是突破到了14000分的大关，来到了14057分。那好像是我们目前测试的机器里面体质最好的一个4060了，让我们期待一下它的游戏表现吧。那可以看出来，大白龙的实际游戏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在默认的狂飙模式下 ，CS:GO 跑到了349帧，彩虹6号280帧，使命召唤19也有58帧，都已经是小幅度领先着有着显卡关超的拯救着Y9000P 了。那这样看，一加者也不行嘛啊！其他游戏也没有落后多少，大表哥2、赛博朋克2077和极限竞速地平线5都以1帧惜败Y9000P。那地铁离去和刺客信条英灵殿一样，比 Y9000P 低了3帧，只有古墓丽影崛起比 Y9000P 落后10帧稍多一些。这个游戏啊，在我们测过的这么多机器里面 ，AMD 的机器普遍会比英塔的机器低一些，应该是游戏优化有侧重，或者说相对来说更加吃单核性能一些。手动超频后的游戏表现，我们也测了一下，这种功耗够用的笔记本超频后还是有不错的性能提升的。此时游戏表现几乎打平我们之前测试的 Y9000P 手动超频后的游戏表现，还是挺不错的嘛。OK， 游戏测试看完了，那总的来说，机械革命这一次不管是外观还是性能，都是没让我们失望的。那么内在如何呢？这次机械革命啊，可是特地宣传了内存硬盘双3星，那硬盘肯定是彻底不用担心祖传 QLC 了。我们打开后盖。那这次的内部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比以往的机器好看的多了，没有一眼廉价的感觉。黑色的 PCB 给人一种规整的感觉，甚至右边的排线都做了屏蔽处理。散热方面对比去年的鲛龙16应该是有所加强的。虽然说热管数量没变，还是4+1的热管组合，但热管明显更长了。往下看就是机哥宣传的双3星了，1TB 的3星 PM951属于顶尖的 PCIe 4.0固态。测试如图，内存就差点意思了。4060版是16GB 4800兆赫兹的内存，读写较为一般。4070的版本是32GB 5200兆赫兹，就要强很多了。但是去年内存还覆盖了屏蔽贴纸，那今年呢居然被省掉了，不能理解啊。网卡不出意料是 AMD 的 RZ608，AMD 的机器用这个网卡也是意料之中了。日常使用肯定没啥问题，就是不知道机械革命啥时候能把库存用完，换成更强的 RZ616呢？那好了，到这里呀，该看的也都看完了。总结一下，机械革命的鲛龙16 Pro 整体机器的质感、做工、性能释放都是在线的。那机哥这一次很喜欢缩水的硬盘，那这一次呢也没有缩水了，而且是确定没有抽奖的。屏幕表现也算是第一梯队了，180瓦的整机功耗虽然说比不过魔霸那种上了液晶整机200瓦的机器，但是呢也能够保证性能的正常发挥，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短板了。如果价格适合自己，还是比较值得购买的。要吐槽的点就是呢，触控板键盘的装配工艺导致的做工问题，这个貌似是老毛病了。虽然说不影响使用吧，但是如果能做好就更好了嘛。然后就是狂飙模式，分散噪音的确是偏大的，不过性能释放激进对于游戏本来说也实在是不是什么坏事。实在介意的话，可以用游戏模式。150瓦的性能释放，噪音就要小很多了。剩下一点就是这个控制台了，这个模具之前就被吐槽控制台问题，那这一次重新做了一个。结果还是老样子，手动调节分散和功耗都不行。那机械革命，你就说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呢？其实你使用其他机型上的常用控制台就可以了，我觉得那个就很好。哦，对了，作为 AMD 7045HX 处理器的机器，机械革命竟然没有在 BUS 里面给 PPU 选项，这等于是直接浪费了原生支持的超频功能。那不过呢，我们也研究了一下。通过第三方的软件对这个处理器进行调教，经过降压调教后的7945HX R3跑分已经超过了36000分，这个跑分成绩已经干爆了台式机的13700KF。5.6 赫兹的13700KF R3跑分也才32000分，功耗却要将近300瓦了。AMD 今年在能耗方面确实是赢麻了呀。如果你想看完整的笔记本超频调教相关视频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，也可以直接打在弹幕上，我们都会看见的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做视频不易，还请小伙伴们呢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哦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
你觉得7999元买它 OK 吗？